他是之前贝聿铭的弟子。一个建筑一旦有了藻井，也就是说它达到了一个天花板的天花板。我们现在在乌镇啊，受理想家 Idiot 之邀，今天呢，我将会带领30-40位设计师啊，给他们讲解乌镇的最著名的地标建筑。先来一下我的口头禅吧。大家好，我是建筑师魏洪涛，让我来说你能听得懂的设计。马上要参观的这一栋木心美术馆，2011年的时候，木心先生在病榻上，建筑师过来找他说：“你给我提几个关键词。”他说：“风啊，雨啊，一顶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建筑的入口，它首先是一座传统的桥，传统的桥呢又跟现代的桥把它结合过来，才能到达我们整个博物馆的一个入口。这个桥其实也象征着它把中国和西方连接起来的这样一种桥梁。对于这栋建筑，你有什么风格上的参考？他说千万不要有中国传统建筑的影子，大屋顶啊、白墙啊、灰瓦呀，最好能做一个让我吓一跳的建筑。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克制又极简，你可以从他的作品里边读出非常现代，然后东西方文化结合非常好的案例。那这个建筑师呢，他是之前贝聿铭的弟子，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建筑呢是非常有强烈的贝聿铭的这种符号，有很强烈的这种几何的立体的构成。那在外立面上，它其实也做得更加的纯粹和质朴，它全部是清水混凝土的。那这个墙面它其实是用那种木板做出来，它远看的话是很整体的，中景看呢它有很多的细节。它在那个木板的排布上啊，像编织的这样的一个肌理啊，它并不是很死板的，它是有凹凸的。光影和天条件下，它是可以撒下一些非常漂亮的阴影啊。其实也就是把一种刚和柔，然后把混凝土和自然的元素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它完美的融合起来。我们一会儿在行进的过程中，你可以看到这种乌镇的建筑的精髓啊，通过这种解构主义的手法或者立体构成的手法进行了重新的排布。本质上你感觉还是在江南的一个水乡，但是它又是非常现代的呈现的方式。室内也是法比安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种博物馆的建筑和室内，它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相同的这种设计的语言，以及如何通过建筑和空间来更加衬托展品。这种水晶的配比是不是很重要？配比是很重要的。顶级的像安藤的那个，它就要做成像绸缎一样，你摸起来就像皮肤一样。因为有一些做的不好的、学不好的，它的配比做不好的话就不行。那这个它是可以做出一种相对比较粗糙的这种质感，很有可能是刚才你说的木心的那个木，然后它就用了木板织了它的这个膜。我身后的这个是乌镇大剧院啊，它的设计概念叫做并蒂莲，两朵莲花放在一块儿，一个阴一个阳。阴的话呢，更多的采用的是玻璃；阳的话呢，采用的一个叫金砖，一个灰色的石材。它这个外立面在这个方向，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点这种折扇的感觉，古代戏剧里面用的扇子。它有很多精美的这种窗花，跟乌镇当地传统民居的窗花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建筑呢，也被我归类为具象建筑的一个代表。比如说像悉尼歌剧院，你可以说它是风帆，也可以说它像一个贝壳，大家可以有不同的解读。那我觉得这个建筑就是它可以让大家产生一个自己的解读，不至于做的特别的像有一些那种福禄寿啊，就是那种特别像的楼，我觉得那个就没意思了，那个就很直白了。然后你看它的外立面上把那个砖排列的顺序啊，大部分是横向的，有那么几个小黑点儿，你看没有？它是竖向排。排完以后把它抽出来，就跟刚才那个木心美术馆的外立面一样，它是为了洒下一些光影，那个更注重于它本身的空间的一个质感。这个呢，它是更加的显性，那个更加的隐形一点。赖声川，他把这个地方呢进行了一次改造，改造完了以后把它变成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状态的，所以大家今天可以吹着空调。这里边有个最大的特点啊，这个建筑我们用中国古建史的这个专业术语叫歇山顶。我认为歇山顶是相对最美的一种中国古建筑的形态。这边的话，它其实保留了原来的老戏台的这种结构，这边有很多珍贵的木雕，这都是原来的存在，而且完全能够反映乌镇当地的传统的一个文化。现在看到的这个顶上弄了很多稀有的那个斗拱，用斗拱的元素把这个加建的区域给它搭建了出来。但是它真正的让人震撼的是下面那个藻井。一个建筑一旦有了藻井，也就是说它达到了一个天花板的天花板，这样的话它的建筑就会非常的尊贵。这个藻井让我想到了在上海的妈祖庙的那个藻井，它几乎可以说是非常的像啊，好像在江浙沪一带藻井的形态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今天呢挺有意义的，从我之前一个人看设计变成带50个人在线下看设计，我觉得是非常能够传播设计的价值观。我是建筑师魏洪涛，关注我，下期见，拜拜。